一部电影讲述一个故事。你好，这里是大熊观影。封神大业已成，姜子牙本应顺理成章成为众神之长，达到事业巅峰。然而，在这看似圆满的时刻，却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：是救下眼前的一人，坚守内心的道义，还是为了所谓的苍生，迈向成神之路，哪怕这意味着要牺牲个体？在这抉择时刻，小九这个苏妲己的转世，带着对身世的执着，闯入姜子牙的世界。小九的出现究竟会给姜子牙带来怎样的影响？那些一直被视为神圣且公正的神，是否也会撒谎？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与挣扎后，姜子牙最终会做出怎样的艰难选择？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电影，探索其中的答案。商周大战落幕后，姜子牙完成封神使命，回净虚宫复命，受元始天尊命令，准备斩杀九尾。然而意外发生了，垂死的九尾施展幻术，在幻境中竟发现九尾体内藏着一个小女孩。在犹豫之际，圣气从天而降，情急之下救出了女孩的元神，瞬间九尾的肉身在圣气光芒中消散。姜子牙的犹豫激怒了元始天尊，称姜子牙不听命令，受九尾幻象影响，封印了姜子牙的神力，法往人间北海修炼。他的坐骑四不像也因失去了净虚宫的庇护，变成了一只小萌宠，勉强维持着生命。天尊告知，若能承认是被幻象迷惑，就可重返净虚宫，恢复神力，继续封神之路。但姜子牙内心充满纠结与挣扎，这一思考持续了整整10年。期间，申公豹偷偷下凡，始终陪伴在他身边。这一天，两人却发生了激烈争执。申公豹愤然离去，无奈之下，姜子牙只得自己去店里换米。在那里，偶然遇到了一位小女孩，一眼认出这个女孩和10年前他在九尾体内看到的那个小女孩极为相像。女孩名叫小九，正打算按照地图的指引前往幽都山。混乱中，不想地图竟被四不像吞吃了。小九看到后，立刻抓住四不像，拔腿就跑。姜子牙赶忙追上去，追逐中发现小九脚上佩戴着与九尾身上相同的红镯。不顾净虚宫规定和申公豹阻拦，姜子牙决定越过北海边界追捕小九，打算将其带回净虚宫。追上小九后，正欲询问镯子来历及身世时，突然间小九被妖风卷入其中。姜子牙迅速驱散妖风，发现小九似乎对过往生事毫不知情，只知道幽都山有阿父在等着他，找到阿父便能解开身世谜团。姜子牙也意识到，只有证明小九与九尾无关，才能化解天尊口中所说的九尾幻想。而小九口中的幽都山似乎隐藏着所有谜团的答案，于是决定与小九一同前往幽都山。哼，果然是狐妖的把戏。等一下，快停下！好了，别闹了。臭神仙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一路上，姜子牙和小九途经很多商周大战的古战场，四周散落着用骨片制成的风铃。小九对此不以为然，姜子牙告诉他，这些风铃寄托了生者对逝去亲人的思念，能让死者安息，也让生者更好前行。随即默默捡起一个破碎的娃娃，将它和风铃挂在一起。他们继续前行，来到不死泉。小九和四不像正打闹时，意外发现沙子下埋着一个装着狐狸耳朵的袋子。刹那间，恐惧和怨恨涌上小九心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奄奄一息、被狐妖术所伤的猎狐人从破损轿子里爬出来。姜子牙准备给他水喝，小九立即制止，愤怒地说自己曾被猎狐人追杀，那个时候也没见到有人救他。情绪激动的小九不小心露出狐耳，猎狐人看到后瞬间陷入疯狂，朝小九发起攻击。小九灵巧躲开，正要动手击杀猎狐人时，被姜子牙拦住。无奈之下，小九拿起地图转身离开。猎狐人临终时，妖术发作，化作一阵粉尘飘散。最后一声呼喊似乎揭开了幽都山的谜团，那是一个狐妖的巢穴，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拿着地图，小九闯入一个遍布尸骨的地方，突如其来，一群乌鸦惊飞而起。慌乱中，乌鸦在他手上留下深深伤口，鲜血滴落在地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几滴鲜血竟唤醒了地下战死士兵的怨魂。怨魂与镇墓兽的骨架融合，形成了一只巨大的怪物，朝小九扑来。姜子牙及时赶到，迅速救下小九。与怪物展开激烈搏斗中，失去法力的姜子牙则被怪物的怨魂困在其中，地图也不慎掉进了悬崖深处。在混乱中，小九藏着的骨片风铃从包中掉出，无意间挂在了悬崖窟之上，随风发出清脆的声响。风铃的声音吸引了这些的怨魂，在姜子牙的提醒下，小九将风铃扔向悬崖深处，怪物随之消失，怨魂也渐渐退去。姜子牙告诉才缓过来的小九，这些怨魂曾是大战中阵亡的士兵，由于无人安葬，死后变成了怨魂，被困在此地。传说中，玄鸟能够引渡这些怨魂，可以帮助他们解脱，只是玄鸟不曾见过。忽然涌起的回忆再次出现在小九的脑海，自己似乎曾有个家，有疼爱自己的阿父。这一回忆使他前往幽都山的决心更加坚定。夜幕降临，小九因噩梦惊醒，忍不住向姜子牙倾诉心中痛苦。小九讲述自己记得身处一片废墟，所有见到他的人都想割掉他的耳朵，他只能一路逃亡至今。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梦中阿父一直在幽都山等他。就在此时，夜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只玄鸟，它从天而降，引渡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怨魂，同时也为两人指引了前往幽都山的方向。终于，姜子牙一行人抵达幽都山，然而申公豹追赶而至，阻挡了前路。申公豹见到小九似乎是狐族，毫不犹豫准备动手，幸好姜子牙和四不像及时制止。就在两人激烈对峙之际，小九不经意遇到已被封为姻缘神的纣王。纣王看到小九脚上的红镯，瞬间忆起了曾经佩戴同样红镯的爱妃苏妲己。为寻回自己深爱的妲己，纣王施法让红镯显示出真实的模样，一条宿命锁链，企图借此找到宿命锁链另一头妲己的踪迹。然而看到小九的狐耳后，纣王误以为小九就是害死妲己的狐妖，怒火中烧，将小九掐晕。就在这时，小九体内的九尾妖力瞬间爆发，将纣王弹开。赶来此地的姜子牙怒视着小九，怒言幽都山根本没有人等他，认为小九包藏妖力应是九尾的转世。随着宿命锁链现形，与小九相连的九尾现身，向众人揭开了隐藏已久的真相。尽管圣器斩断了九尾的肉体，但因为10年前姜子牙一念之善救了小九的元神，而小九正是原本应嫁给纣王的人类女孩苏妲己。当年小九的元神分走九尾部分妖力，重塑了肉身。因为宿命锁的作用，小九元神不死，九尾元神也得以存活，并凭借剩余的妖力也重塑了身躯。随着九尾从小九身体中吸回妖力，小九的狐耳随之消失，变成一位真正的人类女孩苏妲己。姜子牙见状，拼尽全力用打神鞭试图摧毁宿命锁链，只见一道黄光冲天而起，宿命锁链没有任何损伤。恢复妖力的九尾冷笑道：“这道锁链是天尊所设，姜子牙根本无法破解。”小九因为宿命锁链被九尾紧紧束缚，无法逃脱。姜子牙和申公豹拼死抗争，也都无法挣脱九尾的控制。此刻藏在石后面的纣王听到九尾的话，逐渐意识到真相，认出小九便是当年的苏妲己。最终施法将宿命锁链引去。就在关键时刻，四不像竭尽全力现出真身，将姜子牙、小九和申公豹救了出去。逃跑途中，虚弱的小九在姜子牙怀里露出失望，称幽都山并非自己期望的归宿，曾经的希望已化为泡影。四不像因法力耗尽，带着一行人从高空坠落。他失去净虚宫法力庇护，又因过度消耗法力，加上此前伤势，最终伤重而死。
九尾望着垂死的纣王，毫不留情地将他抛下悬崖。与此同时，九尾妖听到了来自归墟深处狐族怨魂的呼唤。申公豹经历幽都山事件后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开天梯，将姜子牙送回净虚宫，质问天尊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，宿命锁是否为他所设。天尊回应，所有决定都是为了苍生，舍弃一人依旧苍生，正是神的宿命。舍一人而救苍生，便是神的宿命。姜子牙则说，大战之后，世间处处充满怨魂，所以自己决定不入封神榜，重归凡人，只为拯救眼前每一人。最终，天尊告诉姜子牙，将小九带入归墟，可转世重生。按照天尊指引，一行人前往归墟。申公豹主动留下，拼死抵挡九尾。姜子牙抱着小九，一路奔向归墟海边，告诉他转世后会有温暖的家，有疼爱他的阿父。神是否骗人不知道，但姜子牙不会骗小九。到达归墟前，小九深深感谢了姜子牙，随后在一阵闪光中消失在归墟。九尾重伤申公豹后，直奔归墟海边。在九尾猛烈撞击下，归墟碎裂，无数狐族和人类怨魂从归墟中蜂拥而出。九尾告诉姜子牙，当年九尾与元始天尊达成秘密协议，元始天尊许诺九尾封神，代价是让狐族和人类连上宿命锁，助其发起商周大战，从而一统三界。可事成之后，元始天尊屠杀狐族，将所有怨魂囚禁在归墟，永世不得转世。说完，九尾汇聚成一个强大的妖阵，朝着净虚宫扑去。失去意识的小九也被卷入其中。此时净虚宫方向，巨大的圣气从天而降，向着妖阵而来。但面对恢复妖力的九尾以及无数的怨魂，圣气也无法抵挡。见此情景，元始天尊从头上摘下一片花瓣，化作一把天斧，直直向着妖阵劈来。而此时的姜子牙已然冲入妖阵中，试图从怨魂中救出小九，无奈怨魂太多，最终还是被扯了下去。昏迷中看到世界的凋零，怨魂到处都是，分不清上下，分不清左右，更分不清对错。参透天道的姜子牙神力觉醒，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一飞冲天，打断妖阵里一道道宿命锁。随着宿命锁的解开，所有怨魂们都得到了解脱。姜子牙终于抓住小九的手，小九脚上的宿命锁也应声断开。小九缓缓睁开眼，看着满头白发的姜子牙，以为来到了下辈子。话还没说完，天斧落下，已成凡人的小九在姜子牙手中化为灰烬，九尾和所有狐族怨魂也随之消失。在姜子牙诚心祷告下，玄鸟再度降临，引渡了所有怨魂。天界为姜子牙降下天梯，期望他重归众神之首的位置。姜子牙登上净虚宫，路过曾经自己拜师的幻象，他对着曾经的自己说道：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成为一个真正的神。随后他站稳脚步，愿世间再无流离失所，愿众生再无谎言愚弄，愿天下再无不公。从此人间与天上再无关联。元始天尊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被师祖惩罚，小九和四不像都转世到了人间。四不像变成了一只头上有印记的小狗，小九有了自己的家，有了朋友，还有疼爱他的阿父。影片最后，小女孩头上那棵树上挂满了骨片风铃，其中还有小九用过的那把爪刀，虽然已经残缺，但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，纪念着那些过往。宿命如锁，命运如绳，姜子牙的斩断不仅是切割的瞬间，更是心灵的重生。姜子牙，一个距离众神之首位置极为接近，秉持天命的英雄，最终踏上了一条与宿命抗争的孤独之路。他不再是天界秩序的执行者，而是宿命的反叛者。
他斩断了九尾与小九之间的宿命锁，切断了天界与人界的天梯。这不仅意味着对小九的拯救放弃了成神的机会，更是割舍了他曾深信的道。姜子牙斩断的不仅是宿命的枷锁，也是曾经支配他一生的神权秩序。如同《道德经》中所言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姜子牙渐渐明白，那些外在的规则和神权秩序只是表象的道，真正的大道是无法被定义的，它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。于是他选择放下外界的束缚，回归内心，去追寻那条真正属于自己的大道。这一选择并非易事。姜子牙的斩断意味着告别过去的自己，意味着与宿命彻底决裂。他站在崩塌的天梯断崖上，背后是曾经的枷锁，前方是未知的新世界。他不再追逐外界的神道，而是回归他内心深处的真正大道，无形无名，却最为真实。这是一次心灵的觉醒，也是对神权秩序的深刻挑战。换成是你，你会接受宿命的安排吗？都看到这了，还不赶紧关注我，更多精彩电影等着和你一起分享。